当前世界上共产主义国家只有5个：中国、越南、老挝、朝鲜、古巴。前几个我们都能理解，要么离我们近，要么离苏联近。可古巴是什么鬼？一个加勒比海上的弹丸小国，离美国佛罗里达只有150公里，开快艇1个半小时就到了。可就是这么一个美国后院里的小国，最后不仅插上了红旗，还成了拉丁美洲反美的桥头堡。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大家好，我是陈北基同志，我们继续切格瓦拉系列的第4期内容。上一期我们讲到，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带着21个死里逃生的人躲进马埃斯特拉山区，他们靠着教员那套游击战打法，在山里建根据地、搞土改、发动农民，硬是把一支残兵败将滚雪球一样滚成了革命武装。古巴革命之火就这么烧了起来。但革命为什么能烧起来呢？不是因为这21个人有多神，而是因为古巴这片土地早就堆满了干柴。美西战争后，美国名义上帮助古巴独立，实际上只是从古巴从西班牙的殖民地变成了美国的后院，糖厂、铁路、土地、公用事业全被美国资本攥在手里。首都哈瓦那灯红酒绿，赌场、夜总会、高档酒店看起来像美国富人的加勒比乐园。可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呢，是没有土地的农民，是季节性失业的甘蔗工人，是被警察和军队随意镇压的穷人。巴蒂斯塔政府说白了就是这套秩序的看门狗。所以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打的从来不是一场反独裁战争，他们打的是古巴几十年积压下来的民族独立问题、土地问题和阶级问题。很多古巴人不懂什么马克思主义，也说不清什么叫共产主义，但他们懂一件事：山里那帮人是来推翻巴蒂斯塔的，是来分土地的，是来让古巴人重新做古巴人的，这就够了。1958年，巴蒂斯塔调集上万政府军进山围剿，飞机、坦克、大炮全上，结果被格瓦拉用游击战拖成了丛林噩梦。政府军越打越散，革命军越打越强。也正是这一仗后，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判断时机到了，该向全岛挺进了。古巴是一个狭长岛国，东西联系主要靠几条公路和铁路。如果能切断中部交通，哈瓦那和东部政府军就会被分割开来，整个巴蒂斯塔政权就会像被人从腰部斩断。格瓦拉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于是他没有去碰那些个固若金汤的要塞，而是先打交通线，桥梁炸了，铁路断了，公路切了，政府军的据点一个个变成孤岛。1958年12月下旬，格瓦拉率部连续攻下多个重镇，这些天天在山里跑来跑去的野人部队进城了第一件事，你觉得会是什么？进书城！不，格瓦拉第一时间下令善待百姓，禁止抢掠，连酒都不准喝，然后建立临时革命政府，恢复秩序，接管行政，这让革命队伍在古巴名声大噪。而格瓦拉真正要拿下的是古巴中部的咽喉圣克拉拉。圣克拉拉一丢，巴蒂斯塔基本离跑路就只差买机票了。巴蒂斯塔当然也知道这里的重要性，所以部署了3500名守军，派得力战将华金防守，还调来一辆全副武装的装甲列车、机枪、火箭筒、迫击炮，整整20多节车厢，对起义军来说几乎就是一座会移动的钢铁堡垒。而卡斯特罗派出的是切格瓦拉，带着340个人，340个人干3000多个人，听起来不像军事计划，更像一种浪漫主义发作。但是格瓦拉不慌，他手下的人也不慌。有士兵面对记者采访时说：“我们投在不成问题。”格瓦拉确实不可能只靠340人打垮3500名政府军，但别忘了，圣克拉拉还有15万古巴人民。这座城市在巴蒂斯塔治下积压了太多怒火，土地被外国资本控制，贫富悬殊，官员腐败，暗杀和镇压更是家常便饭。所以格瓦拉队伍还没进城，就有当地人带着地图来投奔。他占领广播站后，立刻号召全省人民起来反抗。圣克拉拉直接沸腾了，老百姓提供藏身处和食物，制造燃烧瓶和路障，还有人直接拿起武器加入战斗。这就是革命让人痴迷的地方。当人民开始相信你，340个人就不再是340个人，而是一座城在跟着你一起冲锋。1958年12月28日，圣克拉拉战役打响，政府军守城的3000多人被格瓦拉的几百人反包围，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一支孤零零的游击队，而是一座正在快速导向革命的城市。街道上是路障，屋顶上是枪声，巷子里是燃烧瓶，广播里是革命号召。政府军越打越慌，士气
一路崩盘。当格瓦拉手下最精锐的敢死队拿下火车站后，政府军士兵纷纷撤到那辆装甲列车上，想靠这个钢铁堡垒继续战斗。结果刚一开动，列车突然脱轨，车厢变形，士兵惨叫，整列装甲列车瞬间趴窝。原来格瓦拉早就预判到政府军一定会用这辆车撤退，提前让人用拖拉机把一段铁轨悄悄拖走了。这个预设的脱轨点就是政府军的葬身之处。格瓦拉在日记里写道：“我们用燃烧弹把他们逼出列车，对里面的士兵来说，整个列车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烤箱。”几个小时后，列车上的政府军全部投降。格瓦拉从这辆装甲列车上一次性缴获了100万发子弹，还有大量步枪、机枪、火箭筒和迫击炮。随后，格瓦拉对全城发表讲话：圣克拉拉已由革命军掌控，残余政府军只要放下武器，全部不杀，可以回家。拿钱吃饭的政府军纷纷缴枪投降，甚至让出了用于防守的坦克。至此，圣克拉拉被彻底解放。12月21日深夜，新年的钟声还没敲响，守将华金打电话给巴蒂斯塔，没有援军，圣克拉拉守不住了。同时，另一边卡斯特罗那里也传来捷报，圣地亚哥即将被攻破。2个消息同时砸来，巴蒂斯塔斗志崩溃，在那个新年夜逃离古巴。《教父2》里，白人精英在跨年晚会仓皇逃命，背景就是这个夜晚。1959年1月，革命军进入哈瓦那，古巴革命胜利了。那张著名的照片，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手挽手走在哈瓦那街头，就拍摄于这个伟大的时刻。消息传到阿根廷，人们突然发现，一个阿根廷人竟然成了古巴革命最耀眼的革命者之一。格瓦拉的父亲回忆道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，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，亲朋好友不断向我们提问，数百封表示祝贺的电报和信件像雪片一样飞到我家。而格瓦拉本人对这一切几乎没有反应，所有人都想把解放者的桂冠戴到他头上，但格瓦拉拒绝了。他说：“我不是解放者，解放者根本就不存在，是人民解放了自己。”巴蒂斯塔跑了，哈瓦那解放了，革命胜利了。可格瓦拉很清楚，打碎一个旧世界很难，建立一个新世界更难。新政府成立后，格瓦拉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审判巴蒂斯塔时期的军人、警察、特务和官员。这些人里很多参与过酷刑、暗杀和镇压。古巴群众要求血债血偿，但格瓦拉没有把审判变成泄愤。他每天晚上仔细阅读案卷，相信证据而不是情绪。他说，革命的公正是真正的公正，不是怨恨，也不是发泄不满。最后，大约只有600人被判处死刑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在古巴群众看来有些温和的审判，却成了美国攻击古巴革命政府的借口。他们说哈瓦那血流成河，说格瓦拉是杀人魔王。也正是从这时开始，格瓦拉在美国人的叙事里，从革命者变成了必须除掉的危险分子。审判之后，卡斯特罗把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的重任交给了格瓦拉，一个阿根廷医生摇身一变成了古巴经济改革的操盘手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格瓦拉在古巴比索上的签名不写全名，只写上了他的外号切。堂堂国家货币，签名签自己的外号，属于是把个人 IP 打上了法币。当然，他干的事比签名重要的多。作为医学博士，格瓦拉亲眼见过穷人没钱看病是什么样，所以第一刀就砍向医疗。革命前的古巴，医疗资源几乎全部集中在首都哈瓦那，富人有医院，穷人靠命硬。格瓦拉直接下令，医疗必须下乡，医生不能只服务哈瓦那的富人，也要走到农村，走到甘蔗地，走到那些过去被国家遗忘的人身边。古巴由此建立基础医疗网络，给每个国民建立医疗档案。这套体系的后续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，直到今天，不管什么病，哪怕癌症，古巴政府也会不计成本给你治疗。更离谱的是，古巴后来还大量派遣古巴医生和护士到海外，给其他国家治病换资源、换外汇。在美国，甚至有人得了癌症，会专门想办法移民到古巴。一个被美国制裁几十年的小国，硬是把医生变成了自己的战略资源，这就很古巴。教育改革也是一样。1959年之前，古巴识字率只有60%左右，大量农村地区孩子上不起学。到了1961年，古巴发动全国扫盲运动，派遣大批青年志愿者背着教材和煤油灯深入农村教农民识字。这一年
年被古巴称为教育年，运动结束后，古巴识字率大幅提升，青年识字率接近100%。在格瓦拉的努力下，古巴再也没有治不起病只能等死的病人，再也没有因没钱上学而目不识丁的少年。医疗和教育不应该是少数人的特权，而应该是每一个普通人最基本的权利。这才是切格瓦拉理解的共产主义，不是换一批人住进总统府，而是让过去被踩在脚下的人真正站起来。然而，就在古巴改革有条不紊推进时，美国急了，因为古巴分给农民的土地很多原来属于美国资本，尤其是联合国品公司。古巴一搞土地改革，美国资本当场破防，这哪是分土地，这是从美国资本嘴里拔牙。堂堂美国后院竟然冒出一个没收美国资产、给农民分地、搞免费医疗教育，还天天喊反帝的红色政权，美国怎么可能接受？那么，美国究竟会怎么出手呢？这就是下一期的内容啦，感谢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喜欢这期内容，不妨点赞关注，这样下次更新了，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啦。我是陈北基同志，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